诸位乡亲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。属猪的人向来被认为是有大福之人，天生自带财库，心宽体胖，什么烦恼似乎都挂不住心，走到哪里都有人缘，都有人帮，遇到什么麻烦，好像老天爷也会多照顾几分。但是诸位，你们知道命理上最怕的是什么吗？不是命苦，命苦的人早就学会了小心翼翼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反而不容易出大事。命理上最怕的是命贵，却撞上了流年暗冲。这句话你要反复去想一想。一个命硬的人，就算撞上石头，最多磕破一点皮，自己拍拍土站起来继续走。可一个命中带水的人，天生柔软，天生包容，最怕的偏偏就是污染。你把清澈的水丢进滚烫的烂泥塘里，它还能是清水吗？属猪的人在五行里属水，水的特性是什么？能容万物，能滋养万物，但也最容易被染色。2026年对于属猪的朋友来说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坎。这一年，属猪之人的气运结构会发生一次罕见的地基松动。你们想象一下，有一座房子，外面看红墙绿瓦，气派体面，邻居都说这户人家旺。可地底下土壤正在被悄悄掏空，像流水一样慢慢渗走。表面上你还能吃能喝，还能在那笑呵呵的应酬客人，但内在的精气神，你那道保护层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。这就像是一堵墙，平时挡风遮雨没有问题，可一旦遇到2026年这股特殊的煞风，它不是裂开那么简单，而是整面墙直接垮塌。正因为如此，2026年对属猪人来说，不是破个小财、丢个钱包那么简单的事，而是带有明显分水岭意味的一年很多事情。一旦在这一年迈错了一步，后果就像滚雪球一样被无限放大。本来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，最后变成了无法收拾的大祸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生死大劫这个词，不是吓唬人，而是叫醒那些还在装睡的人。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，在这场大劫真正来临之前的半年，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很多属猪的朋友其实身体和运势上早就收到了老天爷给的暗示。你们不妨现在就对照一下，最近这几个月，你是不是感觉身体上突然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毛病？去看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多休息就好。可你自己心里清楚，那种疲惫是从骨缝里透出来的，不是睡一觉能补得回来的那种累。情绪上是不是莫名其妙的烦躁，看谁都不顺眼？以前能忍的事，现在一点就着。做决定的时候，心里总犯嘀咕，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清楚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。老友啊，这些都不是巧合，这也不是你年纪大了、压力大了的缘故，这是你的命在敲门，是老天爷在给你通风报信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大多数人把这些救命的信号当成了耳边风，从来没有人真正拍拍你的肩膀，告诉你停一下，前面有坑，绕个路吧。所以今天我要把话说清楚、说透彻，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而是为了救命。真正的趋吉避凶，从来不是等车撞墙了再去修车，而是在飞车失灵前的那一秒看清方向，换一条路走。在进入最核心的话题之前，我先帮大家把2026年属猪人的气运格局讲清楚，不讲晦涩难懂的天干地支，就用大白话来说。2026年属猪人会出现3个非常明显的反常变化。第一个叫气运下沉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以前做事情可能3分力气就有7分收获，那是因为你有福气拖着走。可到了2026年，你会发现做同样的事，哪怕是买菜做饭、带孙子这样的小事，都比以前费力，推进的速度明显变慢了。身边的贵人好像突然都躲起来了，反而是一些只会添乱的小人多了起来。这时候，如果你不信邪，偏要硬着头皮往上冲，就很容易遭到反噬。很多属猪的老友在这一年会有一种感觉，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错，怎么事情就是不顺？其实不是你做错了，是你用了错误的方式在对抗一个错误的时机。这一年最忌的就是强攻硬撞。第二个叫神识蒙蔽，很多属猪的老友一向活得通透，看人看得准，做事有分寸，但在2026年会出现一个很微妙的情况，你觉得自己想得很清楚了，逻辑也没问题，可事后回头一看，当时那个决定简直是漏洞百出。这并不是你老糊涂了，变笨了，而是流年的磁场干扰了你的判断系统，让你在关键节点上把陷阱看成了馅饼，把风险当成了机会。你要特别注意一类情况，有人给你介绍什么稳赚不赔的生意，或者有个老朋友突然找你说要一起做个小投资，又或者遇到一件看起来好像捡便宜的事，这种时候，属猪人在2026年的判断力是最不可靠的。
不是你不聪明，是流年在遮掩。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叫身心剥离。表面上你还撑得住，嘴上跟家人说没事，我能行，但你的身体已经开始频繁地给你发警告信号了，心里压着一股无名火，情绪上却不肯承认自己累了、怕了。这种身心不同步，是很多大病大灾的前奏。因为当一个人忽略了身体的哀号，压抑住内心的恐惧，还要强行去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出错的概率是成倍放大的。所以我反复强调的生死劫，它不一定是指当场发生什么血光之灾，它更深层的含义是一次错误的选择，引发了一连串你根本控制不了的因果链条。可能是一笔不该借出去的钱，可能是一次不该去的聚会，可能是一个不该插手的闲事，最后一步把你推到了无法回头的悬崖边。很多属猪的人事后真正后悔的，不是事情发生那一刻的惨痛，而是后来无数个深夜里反复想，如果当初我没去那个地方，没见那个人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可惜暗冲从来不给你后悔药，而这些让你追悔莫及的错误，往往偏偏集中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地方。这就是今天的核心，那2个在2026年属猪人绝对不能去的地方。第一个地方听起来可能让你意外，因为它并不是那种阴森森的坟地或荒废老宅，相反，它往往看起来很热闹，很有人气，甚至还带着一点刺激和机会的味道，那就是气场驳杂、情绪极端的争斗之地。具体是哪些地方？棋牌室旁边的争吵现场，为了几块钱输赢而拍桌子骂人的赌局，菜市场里那些聚众吵架、围观评理的角落，某些维权现场，纠纷调解时的混乱局面，甚至有时候只是一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起来的街头对峙。只要是那种人声鼎沸，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，情绪激动、面红耳赤的地方，属猪的人在2026年一定要绕着走。为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这种地方虽然人多，但气是乱的，每一个人都在释放愤怒、贪婪、焦虑的负能量。整个空间里弥漫的是杀伐之气。属猪的人命中带水属性，水最大的特性是什么？能容万物，但也最容易被染色。在平常年份，你的自我保护机制还在，进去看一眼出来，问题不大。可2026年，你的过滤系统是失效的。你走进这种地方，你的磁场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，瞬间吸饱了周围人的浊气和煞气。你以为你只是去看看热闹，或者去帮朋友撑个场子，甚至只是路过多看了几眼，结果你一脚踏进去，就被卷进了别人的因果里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牵连往往没有立刻的剧烈反应，而是像中毒一样慢慢发作。你回到家，起初感觉还好，但接下来几天，你会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开始倒霉，本来谈好的事情黄了，本来要好的朋友突然闹翻了，本来健康的身体开始出毛病了。你百思不解哪里出了问题，其实根子早在那一天就种下了。在那种争斗之地，你把自己的清净之气弄丢了，换回来一身的煞气。有人可能要问，我只是去劝架，我是好心的，难道也有问题吗？我要郑重告诉你，越是好心越危险。因为属猪的人骨子里有一股子仁厚之气，见不得人受苦，总想出面帮忙解决。可在2026年，这股仁厚之气一旦用错地方，就会变成致命的短板。你以为自己是在负责任，在担当，实际上你是在替别人背锅，扛的是别人的业障，损耗的是自己的福报。这类地方出事的形式通常有3种。第一种是意外，不是有预兆的大事，而是突然发生的小冲突，本来和你没关系，结果偏偏是你倒霉，被误伤，被波及。第二种是口舌，你原本只是去劝架，结果双方最后把矛头都指向你，让你里外不是人，最后收不了场。第三种是被牵连，明明不是你的事，却因为你在场，你多了一句嘴，结果这笔账就算到了你头上。很多属猪的老友事后回想都说同一句话，早知道那天不去凑那个热闹就好了。可是命运从来不接受早知道，所以这句话请你听出力度，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，而是你只要踏进去，你的气运就已经开始失控了。哪怕你自认心态稳，意志强，在那样的烂泥塘里，你也别想不沾一身泥。第二个地方比第一个更可怕，因为它的隐蔽性极强，杀伤力是慢性的，甚至是甜蜜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温柔陷阱。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陌生的场所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你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地方。可能是那个整天抱怨儿媳妇、说东家说西家的老邻居家，
那个聚在一起就是说闲话、传八卦的老同学聚会，那个你去了几十年早已死气沉沉的老茶馆，那个你习惯了窝在里面，却让你每次出来都觉得特别压抑的家族饭局，甚至可能就是老家那个特定的房间，或者某个你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去了不舒服的地方。为什么说这些地方危险？因为属猪的人天生重感情、念旧，喜欢待在熟悉的环境里，觉得安全，觉得放松，觉得只有在这里才是真正的自己。但是老友们，在2026年，这种安全感就是最大的迷魂汤。这些地方有几个共同的特征：第一，你长期停留，不是走马观花，而是每天或每周都去，甚至去了就是几个小时。第二，都是熟人，甚至是亲戚、老友，让你完全放下了防备心，把自己彻底敞开了。第三，你每次从那里回来，都觉得特别疲累，心里特别堵，或者带了一脑子的负面消息，让你觉得人生无望，社会黑暗。如果你仔细想一想，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圈子？从命理和现实结合的角度看，2026年属猪人最怕的就是温水煮青蛙。属猪的人天生宽容，可在这一年，你的宽容很容易变成软弱。一旦过度信任熟悉的人或环境，你就容易接到不该接的因果，陷入不必要的责任与纠葛。举个例子，你有一个交了几十年的老朋友，以前每次见面喝茶聊天很愉快，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，他每次见你都是倒苦水、借钱，说他有个稳赚的机会，就差这最后一笔钱。你每次都不好意思拒绝，觉得老朋友嘛，帮一把算什么？可2026年，这就可能是一个无底洞，把你的积蓄一点一点全拖进去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你习惯了每天去固定的圈子，那里的朋友都不思进取，得过且过，每天的话题不是抱怨就是八卦。你在那里待久了，你的斗志、你的判断力、你的灵气都被慢慢磨光了。等你反应过来，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慢性生死劫。它不像第一个地方那样，一进去就打架流血，立刻就有激烈的反应，而是像漏水的管子，滴答滴答，你以为没事，其实家底都在慢慢漏光。你可能每一次停留，每一次闲聊，每一次因为面子而做出的妥协，都在慢慢消耗你的好运、你的健康和你的判断力。长期积累下来，属猪人原本稳固的气场会逐渐弱化，判断力越来越不准，身体容易出现查不出原因的慢性病，情绪也容易陷入长期的低落。这种慢性消耗往往要等到一年结束时，当你发现自己一事无成，身体垮塌的时候，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真正的大劫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惊雷，而是你以为没事的那段平静。很多属猪的人都会在这种熟悉的安全感里迷失，觉得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人一定不会伤害自己。恰恰相反，正是这种熟悉，让你放松了手中的盾牌，让暗冲在你身上悄悄生效。2026年属猪人最需要的智慧，不是刻意改变一切，而是对熟悉保持高度的警觉。不是所有你习惯的地方都是安全的，不是所有你熟悉的人都能带来正面能量。如果某个地方让你觉得累，哪怕那是你去了几十年的老茶馆，哪怕那是你亲兄弟的家，在2026年，你也得学会找个理由，少去一点，甚至不去。这不叫绝情，这叫避邪气，也是一种最高级的自律。说了这么多危险，有人心里可能已经开始慌了。2026年这么可怕，难道我真的躲不过去了吗？老友们，千万别慌，我既然把病症给你看出来了，就一定有药方。而且好消息是，现在知道这些，完全还来得及。时间视窗非常明确，也非常宝贵。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2026年的年初，这段时间就是老天爷留给属猪人的黄金自救期。越早意识到问题，越能提前把气运调整到安全的轨道上。属猪的人天生就具备很强的优势，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还来得及。首先，你们心宽能容事，别人觉得过不去的坎，你们笑一笑也就过去了。这种乐观，在面对2026年的大劫时，就是最好的护身符。其次，属猪的人大智若愚，一旦醒悟，改起来比谁都快，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死脑筋，而是懂得随遇而安的人。前提是必须得有人点醒你，让你知道哪条路是死路，哪条路是活路。现在你已经看清了暗礁所在，至少不用在大雾里瞎撞了。这种机会不是每一年都有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缘分能看到的。你能读到这里，说明你是有慧根的。那么具体的药方是什么？核心不在于求神拜佛，也不在于花大钱买什么法器，
而在于选择趋吉避凶的本质，就是做减法，做选择。接下来给属猪的朋友们3条具体的行动指南。第1条，清理圈子，学会断舍离。前面说了，那个熟悉的却充满负能量的圈子不能待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像打扫屋子一样，打扫你的人际关系。那些只会传递负能量，只会索取，不懂感恩，只会拉着你一起抱怨社会的人，不管交情多深，都要慢慢疏远。这不是绝情，这是保命。多去接触那些积极阳光的人，哪怕只是安安静静不给你添堵的人，哪怕是一个人独处喝喝茶看看书，也比混在烂圈子里强100倍。属猪的人心软，但这一回心不能软。心软就是把刀递给别人来捅自己。有人可能说，交情那么多年了，就这样疏远，说不过去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是在抛弃人，你是在保护自己，保护你的家人。一个把自己的气运和精力都保全了的人，反而才能在关键时刻真正帮到人。一个把自己弄垮了的人，又有什么能力去帮别人？第2条，收敛锋芒，学会示弱。在那些热闹的争斗场所，如果不得不去，或者遇到了冲突，你要记住一个字：弱。属猪的人有时候也挺倔，觉得自己占理就要争个高低，但在2026年，赢了道理，输了命，不划算。遇到烂人烂事，你要学会示弱，学会装傻，学会一笑置之。你往后退一步，那个煞气就打不到你身上。这一年的智慧不在于你多能干，而在于你多能忍。这个忍不是憋屈，而是高维度的俯视，看着一群人在那里闹，你心里清楚，不与他们一般见识。要记住，在2026年退让不是失败，而是最聪明的保全之道。有时候走开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。第3条，留退路，不要把话说满，把事做绝。不管是投资理财、帮子女，还是做任何重大决定，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一个篮子里。属猪的人有时候太实诚，信一个人就信到底。可2026年必须留一手钱，要留一部分在自己手里，应急用。话要留3分，不说满；事要留余地，不做绝。这样，万一那个暗冲真的来了，你还有转身的余地，不至于被一波带走，让整个家都跟着受累。这3件事看似简单，做起来其实挺难的，因为他们要你违背自己的本性。属猪的人爱热闹，心常热，信的时辰现在让你冷一点、远一点，留一手，你可能不习惯，但这正是修行的意义。所谓改命，就是修正自己性格里的弱点，在关键时刻选择不一样的路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深入聊一聊暗冲这件事的本质。很多人以为运势不好就是上天在惩罚你，其实不是。命理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。一个人命中福气越厚，流年一旦走到收拢的周期，反差就越大。就好比一个人平时住在5星级酒店，突然有一天要睡硬板床，那感觉比从来没住过好床的人要难受得多。属猪的人命格中带有天然的庇护场，很多小劫小难在这个庇护场下都被化解了，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。正是因为习惯了被保护，所以一旦2026年这个保护场出现裂缝，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不可能，不会有事的，我一直都很好，这种铁齿恰恰是最大的危险。相反，那些命格一般，从小就习惯了凡事小心翼翼的人，反而因为谨慎，很多坑他们早就绕开了。所以2026年属猪人最需要突破的是自己心理上的惯性，那种根深蒂固的没事会过去的松懈心态。再跟大家说一件事，在命理的角度，2026年之所以对属猪人特别敏感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60年一个甲子，有些能量的积累，到了一定时间点就会集中释放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这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一些未处理的账，不管是人际上的，还是身体上的，还是家庭关系上的，都会在2026年前后以某种方式浮出水面，要你去面对、去处理。逃是逃不掉的，拖也只是让问题越积越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去化解。而我今天说的这2个不能去的地方，那3条自救的方法，本质上都是在帮你做同一件事，把那些可能引爆你未处理账的导火索一根一根的剪掉，导火索少了，就算那个火药桶还在，也不容易爆。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说清楚，有些人听完这些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什么人都不交，什么地方都不去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以为这样就安全了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人是群居动物，完全孤立自己，气场也会变得封闭和沉闷。真正的趋吉避凶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，而是有选择的进行连接那些能带来正面能量的人。
回避那些让你消耗的地方，有进有退，有选择的去，这才是2026年属猪人应该有的生活策略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知道大家年纪不小了，一次听这么多不容易全部记住，让我用最简单的话，最后再飞说一遍。2026年属猪人有2个地方打死不能去，第一个是气场混乱、情绪极端的争斗之地，不管是棋牌室的争吵、街边的冲突，还是任何人多嘈杂、情绪激动的地方，你就算只是路过多看了几眼，都可能把一身的煞气带回家。这是明枪，你进去了就知道不妙。可属猪的人偏偏爱管闲事，这一年要管住腿。第二个是看似安全，实则消耗你能量的熟悉圈子，那些整天传递负能量的老友，让你每次去了都觉得累和堵的固定聚会，这是案件。他不声不响，却滴答滴答的把你的福报漏光。这一年要管住心，面子不值钱，命才值钱。2026年属猪人有3件事立刻要做。第一，清理人际圈子，那些只消耗你的人，慢慢疏远，不急于一时，但要开始动作，多接近正面积极的人。第二，学会示弱退让，遇到争执，往后退一步，这一年不争输赢，只求平安。第三，凡事留退路，钱留一部分，话留3分，事留余地，让自己随时有转换的空间。做到了这些，2026年的暗冲不是过不去的坎，而是一次淬炼，熬过去，后面就是平坦大道，晚年安康，子孙满堂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，我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，说了那么多危险，那么多禁忌，那么多要注意的事，有人可能觉得这个人真是把2026年说的那么吓人，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没有任何目的。我只是深深的知道一件事，很多人的悲剧不是因为命不好，而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那条路不能走。如果早一点有人跟他说那个地方不要去，那个人不要深交，那件事不要插手，也许很多后悔就不会发生。这就是今天这篇文章的意义，救的不是一个人，可能是一个家庭。说到这里，我也想拜托大家一件事，如果你看完了这篇文章觉得有道理，对你有帮助，请你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属猪的亲人、老友、邻居，他们知道这些吗？你把这篇文章转给他们，不是在凑热闹，不是在刷存在感，而是在救人一命。如果你的一次转发，让你的老朋友少去了一个争斗的是非场，让你的亲人少卷进了一笔不该碰的事，让某个本来可能受苦的人因此多了一份平安，